14岁男孩瑞德因为穷，只能辍学打零工贴补家用，还常常受尽富人的屈辱。但你别小看他，多年后他会成为亿万富翁。给他动力的正是掉在地上的这份报纸。报纸报道一位跟他一样早早辍学的穷小子白手起家成富豪的励志故事。瑞德暗暗将这个当成自己的目标，他也要成为亿万富翁。回到家，他将这个梦想告诉父亲，没想到父亲却给他泼了冷水。Get it in your head, son. You ain't ever gonna be rich. Only thing you're ever gonna be able to count on is coming up on the short end. That's what was handed me by my daddy, and I'm sorry, but that's all you're ever gonna get from me. 瑞德心想，有这样的爷爷，难怪父亲一辈子窝囊。瑞德未受父亲的影响，反而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他看着病床上没钱看病的母亲，百感交集。他留下一封信，离开了这个没有前途的小镇。他要赚更多的钱，让母亲过上好日子。瑞德在一位好心大叔的帮助下，跳上去往德州的火车。在车上，瑞德看着大叔对着天空写10件感恩的事情，身体健康、亲人健在都是值得感恩的事。但此时的瑞德还未能明白其中的真谛。到德州后，瑞德看着茫茫一片农场，突然有点迷茫。此时一个工人队伍经过，他来不及多想，迅速加入。德州在农场主面前极力表现自己，为了证明自己有力气，还抱起了旁边的大树。农场主被这个男孩逗笑了。瑞德成功被选上为他搭牛栏。瑞德工作很卖力，在此还认识了同龄人格斯。2位年轻人都对未来充满希望，一个想当农场主重振家业，一个想当亿万富翁。晚上，瑞德看着聚在一起打牌的老工人们，他不想长大后成为他们这样的人。他找到农场主，向其请教成功的秘诀。农场主告诉他，想要成功，就要做羊群里的领头羊。瑞德心领神会。接着，瑞德问农场主，若能在明天提前将牛栏完工，是否能将省下的钱分他一部分？农场主笑笑默认，但嘴上依旧表示他完不成。瑞德信誓旦旦地走了。第二天，当其他工人还在睡梦中时，瑞德3点就独自到农场，并研究出一套工作流程。就这样，在瑞德的指挥安排下，工人们果然提前1天完成工作。一旁的农场主笑了，意味深长地说了句领头羊。这次工作顺利，也让瑞德第一次领到靠智慧赚来的第1桶金。他留下一部分生活费，其余全寄给母亲看病。在餐厅里，一名戴着金光闪闪腰带的妇人吸引瑞德的注意。在2人的交流中，瑞德表示想离开一眼望去全是农场的德州，去更富裕的城市发展，但妇人却不敢苟同。瑞德一下就听懂妇人的暗示，农场更深一点不就是地下？地下有石油。正是妇人的这句话给了瑞德致富的秘诀。瑞德选择继续留在德州。这天他在街上遇到让他一见钟情的女孩安娜。一向能言善辩的瑞德遇到安娜，立马变得害羞又结巴。好在安娜也被这个有趣有阳光的男孩吸引，当场就约瑞德一起参加青年舞会。也正是这场舞会让2人关系更进一步。在这之后，瑞德一有时间就到学校找安娜，却被在场的富二代羞辱一番。瑞德忍穷之不短，当场反击道，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亿万富翁。安娜并没有被瑞德这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吓到，而是带着他找到了校长，请求校长让瑞德当一个旁听生。安娜的初衷是想让他靠知识改变命运，但瑞德不以为意。像他现在边工作边自读的状态也很好。为了展示自己优秀，让安娜现场给他出一道6位数乘法，没2下子，瑞德就口算出来了。瑞德还精准地说出校长手上得了湿疹，同时狂妄地表示校长每月1500元美金的薪水衣食无忧。但他的梦想远不止于此。瑞德这一番话惹怒了安娜，他相信他会成功，但不能接受他狂妄自负。没想到第2天，瑞德主动来到安娜所在的班级。安娜欣慰瑞德的改变之后，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校园生活，2人的关系越发亲密。瑞德还买了铜戒指，私定终身。但他们美好生活没过多久，战争爆发了。瑞德敏锐地发现机会来了，于是他谎报年龄报名参军。对此安娜极力反对，甚至以分手威胁瑞德。但爱不过2人感情深厚，上一秒谁也不稀罕谁，下一秒紧紧抱在一起。安娜承诺会等着瑞德回来。瑞德参军后啥事都抢着做，比如送信这种危险的工作，别人不敢干，只有他奋勇争先。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被枪林弹雨击中，但瑞德命大，遇到格斯救了他一命。10几年之后，瑞德从男孩长成了帅气男人，并与安娜结婚，有了4个爱的结晶。瑞德靠着退伍的补贴金及多年的积蓄，不仅有房有车，还买了一片大农场。现在他要实现儿时的梦想了。他买了一台机器，雇佣了几名工人，每天都在农场里不停地挖挖。所有检测报告都显示这地下有石油，但瑞德不但石油没挖到，手头也越来越紧吧。直到瑞德与儿子一次在打球中的对话，再次激发了瑞德。Well, someone's gotta know.
What you call him? An expert. Yeah. 之后，瑞德便请了一名专业的研究生。经过几天的勘测，瑞德终于挖出石油了。他满身污渍地跑回家向家人报喜。这是全片中最大的高能场面，每人身上都沾满了石油，却是他们近几年最安心的时刻。瑞德依靠现在的农场，每天能挖500桶石油，欲进斗金。前农场主看着眼红，于是一纸诉状将瑞德起诉了。这时的瑞德已经明白知人善任的道理，于是他请来了律法学院的黑人律师哈利为他辩护。哈利不愧是年级第一的高材生，一拿到资料就找出对方的漏洞。根据德州的法律规定，土地纠纷的时效期是2年，而瑞德与前农主的交易是在2年2个月前了。对方律师无力反驳，夹着尾巴离开了。这次瑞德不战而胜，他当下就邀请哈利做自己的专属律师。有了哈利的协助，瑞德的生意越做越大，不仅收购了越来越多的农场，还企图用伎俩私自开采钉子户农场下的石油。虽然哈利想要阻止，但此时的瑞德根本听不进去。而现在的瑞德也不再满足石油开采，他想要收购美国最大的石油炼化工厂，成为这个产业链的龙头老大。瑞德带着哈利找到工厂老板谈判。瑞德开门见山，语气强势，给对方老板留下狂妄贪婪的印象，直接让其回家等消息。本以为这场谈判就此要终止，没想到瑞德直接反击，说出对方工厂的经营状况堪忧，欠债累累，从被动化为主动。瑞德与哈利回到宾馆等消息，两人靠着打牌、看电视消磨时间。随着圣诞节将至，哈利熬不住了，他想要在这特殊的节日里回家陪家人，并劝告瑞德可以回家等。除了事业，家人也很重要，但瑞德被野心冲昏了头，他让哈利先行回家，等他拿到合同再回。是的，多年忙于事业，瑞德对家人缺少陪伴，孩子见了他，除了从他钱包里扣点钱，早就没了共同话题，孩子们也成了当地的纨绔子弟。所幸的是，瑞德的坚持没有白费，在圣诞节这天，他终于等来了工厂老板的一纸合同。回到德州后，瑞德在办公室里看到了他收购石油炼化工厂的新闻，这也意味着他终于实现亿万富翁的梦想。但他一转头，发现没有人能与他分享这份喜悦。与此同时，他的妻子打来电话，原来哈利在回家的途中遭遇的车祸，2颗肾受损严重，如果等不到捐赠人，他命不久矣。看着病床上的哈利，瑞德百感交集，他慌乱地在日志本上写着，就是静不下心。他找出哈利的血型，当下就决定为哈利捐赠1颗肾。在多年的打拼中，哈利早就成为他不可或缺的朋友。哈利醒后问瑞德成为亿万富翁的感受，瑞德平淡地说着 I thought I would, though. I really did. The world kept moving on forward. There was no one there to share it with me. Look, you did what you said you would. You should take pride in that, Red. And I traded everything that was important to me for it. It's not too late, Red. Your fortune is your wife, your kids, and all the little Stevens that comes along. 哈利的话点醒了瑞德。出院后，他召集所有家庭成员，为自己多年的缺席郑重地向孩子和妻子道歉。从孩子们的表现就知道瑞德身为父亲有多失败，有的催促会议赶紧结束，有的表现出了不耐烦。紧接着，瑞德宣布一个重要决定，他将石油工厂所得的利润全部存入一个基金，用于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不过，瑞德也给孩子们一人留了1万美元，让他们去做善事。面对突如其来的巨款，有的孩子想着怎么花掉，有的孩子想将其存起来。看到这样的结果，瑞德大失所望。没想到此时杰伊折了回来，将1万美元还给瑞德，让其存入基金。杰伊的表现让瑞德心满意足，最终杰伊继承瑞德的财产。杰伊死后，他的儿子杰森顺利继承。杰森透过瑞德留下的日志，终于明白了爷爷的人生感悟。他差点也因为家庭内斗失去了重要的人。所幸，故事的结局，杰森找到了心爱之人，喜结连理，他们也将迎来爱的结晶，新的接班人。故事的最后，杰森在天上写着值得感恩的10件事。以上就是超级人生的故事内容，看似穷小子逆袭富豪的励志故事，实则是告诉我们在追逐梦想过程中，也不要忘了身边最重要的人，永远保持一颗感恩的心。